司马昭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那就好。
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能。你看看他们现在那样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。你狗狗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快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三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
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这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但只见爱可以化这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对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但只见爱可以化灭。这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这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弹指间可以幻变。这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万劫不复，别人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还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缠着我到几时啊？环郎，你之前分明说过，今生只钟情于我一人的，可你现在为何还要来这里寻欢作乐呢？来人，你们花楼管事的呢？来了来了！环郎，你快把这怨妇拖下去。是。环郎，走，环郎，走走走，走吧走吧。住口不说，这个现代早给他曝光出来，骂到社死。你操心的倒是不少，社死又是何种死法？最让人难受的一种，生不如死。走。严公子，严公子，奴家当真这么没有魅力，一次都不愿意碰人家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是。
你是何人？你要做什么？师傅，这人和你的家族有什么渊源吗？我也正好奇，此人竟与我有血脉感应。只不过是换了个衣服，他们怎么就把你认作那肾虚公子了？我施了一点障眼法而已。哦，师祖，你是要冒充别人身份打进敌人内部？我还以为你是直球强攻系的，没想到你还能使用迂回战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严公子，看你气色好多了呀，春宵一刻，果然……手不要可以废。要！快住手！我真是高估你的迂回战术了。你现在是严公子，要露馅儿。还老，还老，严公子，严公子，你如今仍是对我避而不见，是我们以往的誓言都不作数了吗？这小姐姐实在可怜，你要不就别伤她的心了。他伤心与我何干？师祖，切记你现在是严公子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所以，姑娘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你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欢浪，我可以不再来找你，以后也不再来烦扰你。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，待我仿佛陌生人一般？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。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的。师祖，这句不用说。欢浪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方才人太多，其实我是有要事想要告诉你。我们的女儿上个月出世了，可怜她还没有名字，你能不能给她起个名字？关我何事？欢浪，念九呢？我给他传信了。不是说好了3个月水塔期吗？这唤形丹的功效，当然是看我心情，想变就变。但你如今是已死之人，所以在外人面前，你还是要乖乖的做水塔。知道了。欢老，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
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你如果再敢用这种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娇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抱着我这只小水獭睡觉吗？干嘛？你害羞啊？谁害羞了？真阴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？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一转晴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。莫非换了他说的什么恋爱脑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，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作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来。
变成人形啊！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师祖别冲动啊！怎么，你又要将我关回冰牢吗？不会，没有人能将你关入冰牢，谁也不行。可是谢雪晨，桑琪逼我帮他找混沌珠呢。先跟我回雍雪城，我会想办法解开灵犀的。谢盟主最好不要强迫他去雍雪城，否则尊上留在他神魂中的灵犀会立刻要了他的命。已经还能修炼出投影。你们难道以为这化影丹只能用一次啊？他怎么会来？师父为何改变了计划？这谢雪晨的剑气真是不容小觑。我好不容易练成的投影，用了一次便废，真是可惜。玉影这个蠢货，怎么把我也关进来了？这是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我为什么会进他的贪欲牢笼？真不愧是雍雪城城主，心心念念系着这破山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看看他如今的贪念是什么吧。所以，你的心魔是我吗？
一阵灵力波动，发生何事了？方才玉影的投影来过，他提到桑启在穆玄灵的神魂中种下了灵犀。我们挣脱贪欲牢笼之后，他便是如此模样。我试着输送灵力，根本就输送不进去。神魂之中，桑杰之前在暗域给他种下的灵犀，是在心脉的位置。如今看来，位置换了。你与他灵力通源，试试在他灵台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。他没有灵丹，灵台对他来说太过重要，我不敢强行抹除，只好暂时封印。若非我任由桑启带走他，他不会受此折磨。他眼下那颗灰纸，也是神魂灵犀的标志吗？他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东西？没有了。谢雪晨，穆玄灵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谢雪晨。如今我与谢雪晨两情相悦，你趁他不在，单独入帐，怕是不好吧？还是说，男庄主就喜欢这样？昨夜，你是故意引我们发现灵犀的，对吗？真奇怪，每次都觉得骗你好像比骗谢雪晨要难一些。你为骗他，甚至可承受锥心之痛。只要能骗过谢雪晨，这点锥心之痛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我没有想到玉影会来，可能是师父怕演得不够真吧。如此痛过一回，谢雪晨定然不会留我一人了。若非如此，他肯定要将我送回雍雪城，这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你如今这般模样，看着倒是有些陌生。如今才是真正的我，从前那个不过是伪装罢了。你为我隐瞒，没有告诉谢雪晨，我很感动。在我眼里，谢雪晨不过是找到混沌珠的钥匙，而你与其他人不一样，你很聪明，第一眼就看穿了我。初见时，我还觉得你是个威胁，
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或许我们能成为更亲密的朋友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镜花宫上一任公主妙华尊者曾与高庄主有过约定，妙华尊者迫使你母亲嫁给高庄主，利用她元婴玄女的体质温养混沌珠。但是他们并没有说，是妙华尊者替换了真的混沌珠。如果混沌珠不在镜花宫手中，素宁真怎会下到传宫给少公主啊？难不成是被我们谢盟主下的？不过，他们有提到真的混沌珠，只是没有说在何处。我从宫里出来，就连夜去找了妙华尊者。听闻妙华尊者卸下公主之位后便云游四海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原来他还在镜花宫。我幼时曾偷偷跟着师傅去了镜花宫附近的林子，那里有个山洞。师傅发现我后大发雷霆，立刻把我带走了。后来师傅告诉我，那里住着妙华尊者。当年他身染恶疾，将公主之位传给我师傅后，便隐居在那里。隐瞒这些消息，是不想任何人去打扰他。不过，我这次去山洞以后，我才发现师傅都是骗我的。你是谁？尊者，我是秋民啊，高秋民。当年是您和师父把我从明月山庄带回来的。是那个孩子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哼。自然是我那好徒弟做的。他姐姐死了，夜夜噩梦不断，不得入眠。就是不是来看看我这副模样，方能安心。你知道了什么？为什么而来？我想问您，混沌珠在哪儿？哼！用血城的那颗，被人发现是假的了。难怪他将功力传兵。是您将混沌珠藏起来了？那混沌珠现在在哪儿？没人将混沌珠藏起来，只是任何人都找不到的。关中果然无人。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客栈休息一晚。谢城主似乎低估了你玉阙宫的力量。今日收获颇丰，我要回去复命了。你看吧，他就是个坏人。
让开！我不会再让你回到桑琪身边。穆玄灵，你可以有新的路走。谢雪。 真是固执！你跑不了的，放弃吧。要你管我！别过来！姐姐。 你流血了，阿宝。谢郡主。这上面的血。 是你的，血亲的血才能启动血剑。这上面是穆姑娘的血，却是高修氏的所见。你们是血亲，你们竟然是姐妹？怎么可能？谁跟她是姐妹？ 那穆姑娘，你还走吗？走什么走？没搞清楚，谁也别走！你来，来就来，我就不信有这么荒唐的事，谁怕谁呀？看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，太荒唐了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是灵族，他是人族，怎么可能是血亲呢？那会不会是同母异父啊？你别乱说话！我娘亲要是生了2个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其他人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唯一的解释就是傅兰生，你这血剑不靠谱，一定是不靠谱。你们可以说我不靠谱，但不能说我家法器不行啊！碧霄宫就是以金岩法器起家，传承1000年，怎么可能出错呢？我试给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小孩子别看。干嘛？我都没看清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啊！你放开我！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不好意思啊，今日之事还请各位不要外传，给家父留些脸面。眼下只能去金华宫向苏公主问清一切了。
午息之后我会进去。我说我睡了。5、4、3、2。何事啊？这里是新华宫地界，怕你又惹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看着你。如今你已神志不清，我还是看着你比较好。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，你半夜闯人房门，咱俩之间谁更像神志不清啊？当然是你。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过很多道理，有用吗？怎么没用呢？你讲的那些道理，真的很洗涤心灵，让我发自内心想当一个好人。当一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别说假话。好吧，可能我当好人的心呢，还没有那么诚恳。那你呢？深更半夜非要来我屋坐着，岂配为正人君子啊？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我也可以心狠手辣的。你要是不想被我打晕的话，就老实待着。谢雪晨，你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还非要喜欢我呀？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儿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还会，但我会看着你，不让你有那样的机会。这个人像个和尚似的，怎么说起情话来却如此坚决，真是奇怪的很。到了明日，很多真相就会揭晓，无论是混沌主苏宁熙，还是你的身世。所以今夜，你安分一点。师傅，不知素公主考虑的如何了？我身旁这株花名为相见欢，以血为食，但若摄入的鲜血为血缘至亲，花瓣则会转为黑色。无论今日结果如何，都只有我们几人知晓，绝不能外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谢城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素公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相见欢，这是囚凤萼。滴入鲜血，便会与他订立血契，被他操控心神，成为他的奴隶。虽然两者很相似，但一为花草，一为异兽，
气势不同的。素公主不会不知道吧？师父。 谢城主，你勾结暗域妖女偷袭我镜花宫，休怪我惩奸除恶，手下无情了。竟敢直接对你出手，他究竟想隐瞒些什么呀？素公主，你这个阵法困不住我，你若强行为之，必会伤及镜花宫。 你确定你要为了一己之私，令镜花宫蒙受损失？这便是你一宫之主的担当。我大义除魔，何来一己之私？结阵！师父。 苏公主疯了，竟然敢对谢城主下手！那现在怎么办嘛？阿宝，你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去，我去帮忙。南旭，立刻将浮云空舟驶入星辰谷上空，挡住阳光。挡住阳光？这苏宁真实力不济，需引天地之力才能对付谢雪晨。这金龙就是以日光为源，日光不息，金龙不灭，日照越强，金龙越强。 难怪他约了这个时辰见你，原来是早存了埋伏之心。师父，如果谢雪晨在镜花宫内出了事，你怎么跟仙盟交代啊？为何要交代？只要得到想得到的就够了。师父，你的目标难道是穆玄灵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，师父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师父！拦住他！是。师父，放开我！师父！玉阙天破！谢雪晨，师父，公主，桑琪，谢城主，玉阙宫的滋味如何？你怎么可能会玉阙宫？当然是因为有灵儿的帮助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不是同路人，我跟师父才是。灵儿，
苏宁熙的尸身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？死了，我也要将他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休想！当年在风歇亭围攻我的，有你吗？20年了，你们净化宫还是如此令人生厌。救命！蠢货！师父！苏宁真，你可以不管净化宫，不在乎自己的死活，但这个人，你一手将他带大，对他寄予厚望，甚至将一身修为相传。想要他活，就告诉我苏宁熙在哪儿。她是宁熙的女儿，是宁熙的血脉，你真的要杀她吗？你这个蠢妇！他背叛了我，和高风雪生下的孽种，你居然让我手下留情。不过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今天我就先断他一臂，以报当日一箭之仇。不，宁熙没有背叛你，当日伤你的是我，不是宁熙。阿珍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答应了桑琪，和他一起去隐居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永远不跟我分开的。你如今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灵族，难道就要抛弃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妹妹吗？阿珍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再需要姐姐保护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反而是你在保护姐姐了。我拼命练功，只是不想拖你的后腿，不想像小时候一样，让你因为保护我而受伤。如果我变强大，你就要离开，那我宁愿一直做个废物。姐姐，你叛出净化宫，师父是不会放过你和桑琪的，高凤虚也会派人追杀你们。姐姐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阿珍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遇见那个真正走进你生命的人。我不要！苏宁熙竟敢勾结灵族，如此自荐自贬，简直丢尽了净化宫的脸。师父，一定是那个灵族用妖法蛊惑了姐姐，才使她迷了心窍。师父千万不要怪罪姐姐。你做得很好。他们约了何时何地离开？明日寅时7刻，风歇亭。你将这瓶捕灵花汁涂抹于镜甲处，假扮成宁熙，诱杀桑琪。捕灵花的香气能够迷惑人的意识，它会使人看到自己内心最想看到的。宁熙，
即便是法相修为，你来了就好了，也无法抵御他的迷惑。是我假扮成灵犀的样子，偷了他的春生剑，砍了你的手臂。困兽法阵！困兽法阵已成，莫要在这个灵族多做纠缠。灵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令我感到恶心。所以，之前的一切，你都是在骗我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我身为镜花宫少公主，怎会看上你这卑劣灵族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是为了活命。谁知你竟当真了，那便索性将计就计。诛杀苍狼族余孽！不是宁熙，师父。可她终究还是嫁给了高凤虚，生下这个孽种。没有，她没有嫁给高凤虚。灵犀死了，她在出嫁前就死了。最强的剑气，不是武器，而是友情。鸿蒙杀气碎混沌，分阴阳辟乾坤，是创世以来最霸道强横的一道气。但它的落下，不是为了毁灭，它的名字叫万物生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浴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俯视天下的炽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难禁着一世化改变。
在哪儿？当年你攻打明月山庄，我为了保护姐姐遗体，便将她葬在这星辰谷中，却一次也不敢去见她。我恨了你20年，直到今天才发现，我们都一样深爱着她。但你比我更配去见她最后一面。子卑下，便是他的归处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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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！师傅，你没事的，对不对？我把玲玲还给你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把玲玲还给你，师傅。没有的，我玲玲已经好尽了，身教也成器了，能在死之前把所有的修为传于你，我就不算枉送行。我不要了，师傅，我这些我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陪在我身边。求你，一定要拿好它。这附尸之剑是净化宫的传世法器，如今我把它交给你，一定不要辜负我的期望。我不要，师傅，师傅，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师傅，求你别离开我，我还不够成熟，我还需要你的教诲。等我有资格的时候，你再给我。傻孩子，人总要学会长大的。答应师父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要握紧它。我不要，师父，我只要你好好的，你不能有事，师父。姐姐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阿成知道错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，姐姐？别怕，姐姐会永远保护你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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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灵犀，换带你回家。
谢雪晨，你莫名其妙带我来这琼居岛干什么？这是去落巫山的必经之路。去落巫山干嘛？寻一朵花。什么花？长生莲。谢城主年纪轻轻，就想长生不老了？此事还不宜让他知道。雾心水之毒未解，即便他醒了，反而会令他戾气心防，则治疗更难。正是。那带着我干嘛？不带着你，又不知道你会跑到哪里去。琼居岛乃灵族的势力范围，东海灵族向来不服约束，风气彪悍，尽量不要去招惹他们。我们采完长生莲便回去。若是故意招惹麻烦，后果自负。若我在这里喊你一声谢城主，你猜那些灵族之王们会不会倾巢而出来杀你啊？他们不敢，也不能。谢城主永远这么自信。我有意收敛剑气，低调行事，倒是你，别给东海灵族添麻烦。饿了？我。二位请慢用。哎，多谢。嘿嘿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我看灵族比人强，起码不虚伪做作。人家坦坦荡荡的露，我便大大方方的看，有何不可啊？倒是你喜欢哪个啊？是那个我见犹怜的兔美人，还是那个妩媚的蛇灵啊？你放心，此地离雍雪城甚远，你想风流一下也无可厚非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怎么样？不会说话便别说了。落巫山入夜之后会很危险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再出发。来，这位仁修哥哥可是要住店？可是今日客栈没有空房间了。不过我的房间倒是很大，床也很软。修士哥哥可愿同我共枕席，不收钱哦。佘老板又看上仁修了，是我们狐族哪里不好吗？我呀，就是喜欢仁修端庄清秀，哪像你们这些狐狸精没点矜持。那不正和你相配吗？走开！哟，妹妹与这位修士哥哥可是道侣？是。原来妹妹是个哑巴呀！哎呦，可真是可怜呐。不过呀，倒也无妨。我的地方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想走也可以，把芥子带交出来。东海灵族果然是没落了，一条小蛇也可占山称王了。修士哥哥，你连这个灵族都不嫌弃，却嫌弃我。不过无妨，我却不嫌弃你是个人，都是一样的享用。我建议你少说两句。
我身边这位脾气可不好，你来解决他。你怎么自己不去？对付这种小蛇，你绰绰有余，还是说你想一直做哑巴？我来，我来嘛！哟，妹妹也来！动手！我们灵族呀，最是尊重强者，可我眼拙冲撞了二位，快给二位备一间上房。2间。哎1间。2个人太挤了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我们这儿上房呀特别大，2个人也不会挤。跟我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哎。看你行事肆意妄为的，想必在这儿开店开久了。你可知落巫山中有一处叫七凤岭？您去那里做什么？那里瘴气弥漫，异兽横生，有的致死，有的致幻，凶险无比，已经许多年没人敢涉足。给我画幅地图来。好，我一定为您办妥。来人，是。您这边请。请。佘老板，怎么挨了打还为人办事啊？难不成真的坠入情网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做蛇呀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屈能伸。也怪我自己眼拙，本以为是个金丹期的散修，掳了个灵族美人至此躲藏，谁知道却是个法相境的高神。想不到那个蛇灵居然这么不堪一击，可能是因为我太厉害了吧？你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技不如人了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当初在荣渊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一剑杀了你？我记得你上回说，你舍不得。今晚你睡床，我打坐便可。我只是一个阶下囚，哪配睡床啊？有张椅子，便感恩戴德了。既然知道自己是阶下囚，便该言听计从才是。你故意报复我是吧？就因为之前你神窍被封之时，我捉弄过你，所以你现在就变本加厉的报复我。想不到仙盟盟主竟是如此睚眦必报之人。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不然呢？我想错了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对我做过什么？所以你也要我变本加厉，睚眦必报吗？还是说你会乖乖听话？不劳谢城主报复，我睡便是。你是高高在上的雍雪城城主，仙盟盟主，肩负天下道义，何须同我一般计较？如果你只是介怀初相遇之时，我对你的冒犯之举，那我道歉，还请你不要戏弄我。他来这里干嘛？
难道真的是来寻什么长生不老药？临行前南虚月送我玉牌，难道他知道谢雪晨要带我去哪儿？睡不着？或许我最近的举止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，是我不对。但有一件事情我要解释清楚，我对你从无捉弄之意，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当然，谢城主正人君子，自然宽宏大量。一切都是我想多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出发。少公主，好，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晚辈高秋民见过副公主、段长老。世侄客气了，快请坐。听闻素公主离世，事发突然，我们未能到场吊唁，还望见谅。这镜花宫上下可还安好？多谢段长老关心，镜花宫一切都好。这话说回来，高修士是素公主的亲传弟子，眼下师父离世，这宫里的事务应当是最繁忙的时候，高修士倒反而……宫中现在的事情都由师姐们料理。娘，我就是怕秋明不开心，我特意求他来咱们家玩的，就别说这些话了。如此，你要好好款待才是啊。高修士，你就在碧霄宫多住些时日，你勤于修炼，生儿跟着你也能有许多进益。生儿，今天是管生意的5位主管来报账的日子，你快去处理一下，别让人久等了。高修士是吧？高修士呢，就让黄管家在你的院子里打扫间客房，先安顿下。行，我先送他走。哎呦，主管们都等1个多时辰了，快去！你要有事你就先忙，晚辈先行告退了。我去。哎呦，我的段长老，你今儿是唱的哪？夫人啊，你之前不是还撮合他和生儿吗？怎么今日对他态度如此冷淡呢？这个高秋明，明显是失了势，沦为镜花宫的弃子了。那怎么？你也打算弃了他？弃？那他再怎么落魄，也是名门之后，天生九窍，配我们家臭小子绰绰有余。你想什么呢？弃？那你冷淡什么呢？我听人家说，这当婆婆的第1次见儿媳妇儿，必须得杀她个下马威。我刚才杀的可还行？人家几时说要当你儿媳了？当我儿媳妇有什么不好的？她就是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也摘下来送给她。那也得人家愿意啊。高明，我们少公主对下人最是好，所以对你们都比较活泼。你是谁啊？你也是少公主带回来的？他人呢？你是少公主的新朋友？你好漂亮呀！我也觉得，好好看。这小子也欠了太多风流债了吧？这账簿我平日里是最懒得看。这每天几百万两的收入波动，放进总账里，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少公主是福泽深厚，这些繁杂琐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这些无福之人去办就是了。曾主管总揽绸缎生意，若你都算无福之人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有福之人啊？
当然是少公主你呀！听说这次回来还带回来一个镜花宫的美人儿，据说是天生9窍的美人啊，真是让我等羡慕嫉妒啊！你这消息倒是灵通。不知道高秀氏现在在做什么？不会在我院里揍人吧？我得回院子看看，免得被人点着了。少公主慢走。少公主慢走。哦，对了，曾主管近日可算是辛苦了。哎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难怪这账本做得不尽不实的。这样，让王主管日后陪你一起打理绸缎生意，免得呢你精力不够。是。啊，恭送少公主。少公主小时候胆子可小了，有一次蚂蚱跳到她脚面上，她就站在那一动不敢动，扑簌扑簌的直掉眼泪，可可爱了。真的？嗯。拿，到你了。当当当当当。好看哎，好漂亮。不错，好漂亮啊！少公主，少公主，终于回来了。我怎么一回来就听到有人说我坏话呢？这有什么的呀？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啊？我们就不打扰少公主和秋明姐姐讲话了，我们先退下了。我们先走了，先退下了。快走，快走。